喂，青儿。爸，我妈这几天怎么失联了？跟她约好视频也没有动静，发她微信也不回，手机打不通。哦，我忘了告诉你了，你妈手机坏了，前2天送去修，还没拿回来呢。打家里电话也没人接啊，晚上11点没人接，早上6点没人接，这不正常啊。这没什么不正常啊，赶巧了呗。你妈她最近这个课外辅导比较忙，晚上回来比较晚。早上呢，我有时候又拉她去晨练，所以她是不是啊？哎，爸，你在哪儿呢？我在单位啊，我还能在哪儿啊？你没发现我打的是你私人手机吗？我打的不是你的工作手机。你平时上班的时候，私人手机从来都不开机的，今天为什么就打通了？你这个手机能打通，就证明你根本就没有在上班。啊，是啊，我这刚到单位门口，还没进去呢。爸，你别撒谎了，你撒谎我是可以听出来的。我妈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你实话告诉我。哎呀，青儿，你怎么跟审贼似的？我告诉你，我没撒谎。你妈她现在好好的，就是最近比较忙，手机又坏了，跟你那边还有时差，也没对上茬，是吧？你别胡思乱想，神经兮兮的。好了，过2天等她空下来啊，我让她给你打一电话啊。因为我现在进去上班了，挂了啊。好，好，再见。喂，小姨，我是肖青。这几天我妈有没有跟你联系啊？没有啊。小姨，你怎么了？你声音怎么听起来情绪不对？我妈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我刚给我爸打电话，他什么都没告诉我。我妈她到底怎么了？你告诉我啊！青儿啊，你爸不让告诉你，但是我觉得这件事儿也瞒不了你太久了。你妈出车祸了，在1周前，现在还在 ICU 呢。不过你别担心，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车祸？他跟人撞车了？他不是跟人撞车了，是可能太疲劳，在高速上冲出了护栏，身上多处骨折，尤其是肋骨骨折，伤到了肺，肺部感染比较严重，一直在发烧。不过你别担心，前天已经开始退烧了。医生担心肺部感染会反复，所以现在还留在 ICU， 继续监控。你们怎么不早告诉我呀？我要回去看我妈。青儿，你听我说啊，你爸不让告诉你，就是怕你往回跑，怕影响你的学习。这儿有我和你姨父，还有你爸照顾你妈，没问题的啊。再说了，现在正是你妈需要用钱的时候，你这来回的机票得花多少钱呢？治病用钱？我妈不是有医保吗？我也是刚刚听说的，车祸啊，不算是医保报销范围之内，而且没有肇事方。车险的人身险只能赔偿1万，而且事故发生的时候也不是工作时间，不能算是工伤。学校呢，出于人道考虑，会给予一定的补偿，其他的费用还得我们自己想办法。医疗费大概需要多少钱？
住院的时候，你爸交了5万，这不昨天医院又催了，让交钱。算下来，估计怎么也得个30多万吧。这还不算营养费和后期的康复费用。医疗费这么贵呢？钱的事儿有我们呢，你就别操心了。你现在只需要安心读书。这个时候，孩子不给家里添乱，就是最大的帮忙了。好了，该说的情况我都告诉你了，你就别问你爸了啊。你爸他这边担心你妈，又怕影响你，你要体谅他，好吗？我知道了，谢谢小姨。依依呢？你今年24岁，本命年。大师说了，属蛇的本命年犯太岁，这情绪啊也不太稳定。这要是2个人结婚了，夫妻之间会经常吵架。第二呢，今年的农历没有立春，老话就讲这叫立春寡妇年。要是这一年结婚呢，夫妻之间也会经常吵架，感情不和，而且呢还会闹点小灾。你笑什么呀？你干嘛？笑什么呀？嗯，我哪说错了我？妈，您太可爱了。不是，我之前没听您在这方面有什么研究和喜好，怎么让您突然背那么长一段？还有什么叫什么寡什么年什么本命？哎，这不容易吧？什么呀？我以前我对这个是不感兴趣，这不是。你说要结婚吗？我得为我儿子幸福着想，我去问大师，人家大师说了，人说的也很有道理啊，所以我都记住了，我不用背。不是有什么道理啊？这就是封建迷信。那你不是刚才还说，《易经》都不是封建迷信？对呀，是啊，《易经》确实不是封建迷信啊。但是您刚才说的这一切，这跟《易经》一点关系都没有。那反正这人说的、这解释的，那都是人家大师说的。妈。这样啊，您呢又是大师又是易经呢，把所有的神秘力量都给用上了，是不是就想让我去相信现在结婚不合适？要不这样，您呢也别兜圈子了，您就直说，您这次来是不是带着我爸爸的任务来的？是不是来阻止我们结婚呢？不对，你说我为什么要阻止你们俩结婚呢？我一直就喜欢妙莹啊。我打心眼里，我早就认定她是我儿媳妇儿，我巴不得你俩结婚呢，我干嘛要阻止你们俩结婚？对呀，是啊，您是不阻止啊，可是我爸阻止啊，因为您拗不过我爸，最后您跟我爸会达成一致。你爸也不反对你们俩结婚，他只是说今年你们结婚不合适。哎呀，儿子，你就不能往后推2年，过2年再结婚吗？我爸说的是吧？为什么呢？为什么要过2年呢？不是你们现在不是已经同意了我们结婚了吗？干嘛还要再等2年呢？为什么不是现在就结呢？这原因我不是刚才我都说了。您刚才东扯西扯的那些神秘力量，咱们放下不算，咱们说点实际的原因，正当的理由。就说不出来了吧？
那是因为你们根本就没有正当的理由来反对我。我爸是反对，那是因为我之前没有跟他说，我自作主张，没有以他的意志为转移。你爸是有点霸道。这话说的不对，这不叫霸道，我爸这是霸权。从小到大，他认为他做的所有一切事情都是为了我好，所以我就要听他的，我一定要遵从他的意志。他替我做任何决定，替我做任何的选择，让我去遵从他的处世哲学。这不是一个当父亲应该做的吗？您看妈，这问题就出现了呀，就是您也是这么认为的呀，所以你们认为这么做都是对的，可是你们不知道，小时候我听他的，可是现在我长大了，我有权利去选择，我也有权利去决定。您说是吗？您把这车厘子吃了吧。青儿，你这是能掐会算啊！我今天手机忘了关了，你就又打进来了。爸，你别演了，我都已经知道了，小姨全都告诉我了。你别怪他，这事儿早晚都瞒不住我。好了，我也不瞒你了。青儿啊，你也不用担心，你妈现在已经脱离危险了。这几天的情况啊，还一直挺稳定的。那你现在在医院吗？能不能视频？我想看看我妈。ICU 病房进不去，只能隔着窗户看一下。隔着窗户也行啊。那好吧。看见了吗？青儿，你听我跟你说一下你妈的情况啊。她因为这个肋骨多处骨折，伤到了肺。手术以后啊，肺里边有痰和积液，她自己咳不出来。为了防止感染影响到心肺功能，所以给她做了一个气管插管。你看见她喉咙那儿那根管子了吧？也就是一个引流装置，仪器定时的通过这个管子，直接从气管里把痰给吸出来。所以短时间内啊，她受不了话。那她脊柱受伤了吗？颈椎没伤着，但是腰椎移位和压缩性骨折。万幸的是啊，没伤着神经，所以不用动手术。另外呢，就是左腿和右前臂骨折。现在还在昏迷吗？这倒没有，这2天这高烧啊基本上退了，说明肺部的感染啊正在好转。虽然说呢还是睡得多醒得少，但那个不是昏迷，是他需要休息。医生也说了，他这个人呢这回是遭了点罪，但是你妈命大呀，她这个意志啊也够强，所以啊，只要积极治疗，积极康复，完全是可以恢复健康的。你呢，就踏踏实实的，别太担心，啊。嗯。爸，那你现在要帮我一个忙。帮什么忙？你帮我去医院开一个关于我妈病情的文件，然后寄给我。你要你妈的病情证明干什么呀？我办休学。啊？
Professor, I'm here to say goodbye. I asked International Student Office for leave. I will fly back to China 2 days after tomorrow. Leaving so soon? Not going to apply for a suspension right now? I've already sent my application, and I'll send the hospital document from China. Why not ask your family to get the document and send it to you so you can leave the U.S. with a suspension certificate? Are you so anxious to see your mother? I saw my mother lying in ICU in a video call. I can't wait 1 more minute. I want to go back as soon as possible. Xiao, I completely understand your feelings. Don't be too sad. Take good care of your mother. And I wish her to get well soon. Thank you. Professor Anderson. Laura, you can come back later this afternoon. No problem. Sorry for disturbing you two. Xiao, I hope you can come back to continue your studies here as soon as possible, once your mother's getting better. Try not to drop out, okay? Standard is my dream. I won't give it up. I promise. That's a deal. Thank you, Professor Anderson. Goodbye. Goodbye.莫妮卡，我要提前退房，剩余的房租你可以退回我吗？你干嘛要搬走啊？你谈一个男朋友也不能这么快就跟男朋友同居，太快了。同什么居呀？我没有谈恋爱，是家里出了一点事儿，我必须要回国，大后天就走。你要回国也不至于退房子啊。你是不打算回来了吗？有这个可能。那是家里出了什么大事是吗？妈妈出了车祸，虽然脱离了危险，但在未来应该还会有很长一段时间的康复治疗。My God， 萧青，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I'm so sorry。应该是我说抱歉才对。在这个时候，应该是我对我爸妈说抱歉。我爸妈是最勤勉的工薪阶层。我爸的工作可以算是国家公务员吧，面上钱不多，但因为掌握关乎他人生死的权利，所以有很多的灰色收入会主动找上门来。你不知道我亲眼看到过多少次我爸把他们拒之门外。可是我小时候不懂事儿，有一次有人主动送东西过来，因为我很喜欢，我想要。我牢牢地抓住不肯放手。后来等客人走了之后，我爸把我揍了一顿。在那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一直都很记恨他。我没有办法理解，明明是别人主动送给我们的东西，我很喜欢，我想要，我不偷我不抢，但我为什么不能有呢？直到后来长大之后，我才明白，我要感谢我爸。因为他的坚持拒绝，才让我们家有这么多年的心安理得和平静幸福。
经济支柱。我留学的所有费用，生活费、学费，都是我妈靠着辅导音乐艺考生赚的外快。我花的钱，都是她一堂一堂课教出来的，有时候甚至于她要连续上8个小时的课。所以我爸妈对我来说，就像是我这辆车上的2个重要部件，一个是方向盘，一个是发动机。我原本很自信，我觉得我很优秀，那是因为我足够努力。但这次的意外让我看清了一件事情。原来我的优越一直都是父母的负担，而我的机遇是因为他们的牺牲。我以为我凭自己一步一步走上了更高的台阶，但其实我每一步的脚下都有我爸妈在为我添砖加瓦。而在这种时候，如果我还只想着自己攀登，那我就太自私了。我不能让他们为了成就我，不敢享受，不敢旅游，不敢休息，甚至不敢生命。走之前，我把行李收拾好，先存在你这儿。一旦真的确定休学，还要麻烦你帮我把这些行李寄回国。没问题。谢谢你，文凯。其实啊，小晴，我觉得你可以这样想。其实，有这样的爸妈，有这样的家，让你惦记着，是一种幸运。隔着千山万水，还心急如焚，那是幸运吗？不然给你一个没人惦记你，你也不惦记任何人的轻松试试，就像我一样，还好有个酒，有帅哥。Excuse me? Where is the elevator? Oh, just behind you. Take the corridor. Okay, thank you. My pleasure.喂，舒哲，你到公寓了吗？我还没有。啊，你没去陪我妈？我学校这儿还有点事儿，
没请下假来。我如果一会儿早结束，我就过去陪阿姨。没事儿，你先忙你的，你别耽误你自己的事儿。你昨天晚上在电话里说阿姨情绪不太好，是怎么了？回头见面再细说吧。你还在学校呢，上课呢？哦，对，现在课间，我给你打个电话问问什么情况。那我一会儿这儿结束的早，我就过去陪阿姨，然后告诉你一声。晚上见。嗯，晚上见。拜。在谈舒澈和妙云的婚事之前，你知道我会先说什么吗？我知道，错在我处理这件事情，我确实要说。我成就你的事业，你却在这儿动摇我的家庭。姐，我也没想到这件事情会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我如果早知道，我一定不会让他。行了。这事儿我不想往回倒了。这回我来美国，除了孩子的事儿，还有一个目的。这事儿是因你而起的，所以你一定要给我个交代。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尽快的把这个事情料理干净，让这个女人永远从我的生活中消失。您放心，这件事情我负责到底。可以跟妙云说，他们结婚太早了。可你让我当着舒澈的面儿，这么态度鲜明的反对，他一定会怀疑，反而会猜到咱们的关系和意图。我昨天晚上也试过了，怎么都说服不了他。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反对他们结婚的理由，何况咱们谁不希望他们早点在一起啊？妙莹是我早就认定的儿媳妇儿，我也巴不得他们早点结婚。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可我总有种预感，他这次会耽误了这俩孩子的幸福。你们别这么想，只不过是权益而已。怎么才能阻止他们俩呢？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什么？这个舒澈推翻了律师定好的无罪辩护策略，当庭向法官认罪。我们之前所有的努力，全都白费。结果呢？结果倒是不错，罚了点小钱儿，判他社区服务100个小时。也许是他诚实磊落的态度，让法官产生了好感，轻罪轻判。但依然会留下案底，这就是他认为做的对的事儿。哎，都怪我办事不力。你该做的都做了，不能怪你。况且已成定局。好了，不说了。你项目的事儿谈得怎么样？哦，基本达成共识。CA 亚洲总裁知道了我们拒绝变成外资企业装配车间的强硬立场，对我提出引进核心技术，培养自主技术，中方完全掌握自主知识产权的合作计划，全盘接受。
但是决定权还在 CE 董事会。接下来就看美国佬愿不愿意为了市场打破技术壁垒了。你要牢牢记住，这次竞标的主角依然是外资独资或合资企业，他们的战略依然是 Made in China， but Made by Germany, Made by Japan。所以你要牢牢抓住自主知识产权，这是你唯一的一张制胜王牌。明白。再见。来这儿干嘛呀？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小心啊，这有个石头啊，硌脚。挖吧，就在这个铲子下面。挖什么？铲子底下有宝藏，我为你准备的宝藏。今天是4月1号吗？愚人节啊？你看我这样子像逗你吗？挖不出东西来，也是小狗啊。加油啊！埋的那么深啊！快了。哦。这个什么时候埋这儿的？在很久很久以前，你不想打开看看？我打开了。都是你的。今天连续第10天吃 In and Out， 杨洋，我疯狂的想吃你做的醋溜白菜、红烧排骨。虽然醋总是放多，排骨经常烧糊，可那就是我每天魂牵梦系的美味。今天发生了我到美国以后第10次被骚扰，也是我第10次坚贞不屈、守身如玉。老鹰，有那么几秒，我心一横，想将身放纵，把它当成你，但仅仅几秒就幻灭了，因为没有人，哪怕有1分像你。用6年等一个人难吗？刚开始我觉得好难，但当思念从悲伤变为日常，我发现一件事的难源于你不够坚定。谢谢你，苗颖，用1年里的60天，一次次向我证明，
其余300天的坚守是多么值得。你让我知道，平静而坚定地做一件事，即使这件事是等待，即使这件事做了6年，也不难。由于长期不近女色，我在周围人眼里已经变成了一个怪咖，觉得我匪夷所思者有之，认为我奇葩异美者有之。做一个守身如玉的青年好难。苗爷，苗爷，你在想我吗？苗莹，距离你来却还有1778天。我在美国的这些年，没事的时候，我就总来这儿站着，站在这儿看海，因为我知道，你就在海的那边。有的时候看着看着，就好像能看到你早上起床，在刷牙洗脸。吃饭、学习，晚上关灯、睡觉。你知道吗？我写下这第1张纸条放进瓶子的时候，是我到美国的第3天。这片礁石滩。他听到过我所有想要对你说的话，知道我的孤独、思念，也见证了我这6年以来没有出轨、守身如玉的单身狗屎。本来是计划你到美国的第1天就带你来这儿的。妙英，你愿意嫁给我吗？就是现在，马上，立刻。我愿意。现在，马上，立刻。把你从海那边盼来了。书成，妙英跟我说了一下庭审的过程，结果还不算太糟。啊，但是抱歉啊，我最近忙于谈判，你的事儿我也没帮上什么忙。哎呀，没关系，这是我希望得到的结果。自己的事情自己处理，犯的错自己承担。程然，你什么时候能跟舒澈学学这种独立自主啊？好吧，我14岁那年就一个人在美国了，我还要怎么独立自主啊？对。你这花钱大手大脚上，真的学会独立自主了。我让你学会男人的担当。啊，舒澈，明年你就要毕业了，有什么打算？是回国创业，还是留在美国工作？应该会留在美国，继续留学。我想在法学院再读一个研究生。要接着学啊，好事儿啊。
就是和肖庆一样的这地位，那你就从学长变成学弟了。你什么时候有的这个想法？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啊？有一段时间了，就是总觉得自己脑子里还有很多的疑问，想通过学法来找到答案，所以就想再深入的学习一下。你父亲是不是想让你今后从商啊？那是他的希望，但不是我的希望。学法不代表不能从商呀。哎，爸，我今天呢就借这个机会向您隆重的介绍一下书车正在研发的项目，叫做域名解析服务器。叫域名解析服务器。嗯，哎，这是个什么东西啊？给我说说。打个比方吧，域名呢就是企业、金融机构、银行还有网络商城在网上的一个网络门牌号，一旦被黑客攻击，或者是说系统自身出现漏洞，就很有可能会出现问题，甚至这个门牌号都会丢失，所以大家都会找不到它，网络就会瘫痪。那域名解析服务器要做的事情呢，其实就是防止他们被黑客攻击，保障他们的网络安全性吧。这是关于网络安全的产品，市场前景非常大呀，我很看好啊。你找到了风投没有？说实话，其实现在风投不是很好找，但是我对我的产品非常有自信，找到风投，我觉得只是时间的问题。还找什么风投啊？直接让我爸做你的天使投资人，这不2好变1好了吗？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荣幸，成为你的投资人啊？我不能接受您的投资。为什么？因为我们有这层关系啊。就算是正常的商业投资行为，我也怕会给我爸带来麻烦，甚至是风险。你考虑的非常的周全。毕竟你爸爸是在官场，我理解，完全理解。来吃饭。哦，对了，还有一件事儿是关于我和妙莹的。我想跟您还有程然说一下。哟，还有什么事要经过我同意？哎，快说快说。我跟妙莹决定要结婚了。哇，终于修成正果了！来，恭喜恭喜恭喜！祝你们百年好合，早生贵子。这个你们现在都没毕业，这人生方向都没有最后确定呢。干嘛要那么着急结婚啊？结婚只要确定爱的方向，不就 OK 了吗？少说2句，这谈正事儿呢。其实结婚一直都是在我计划之内的事儿。我等妙莹等了很长时间，6年了。妙莹现在来了，我觉得是时候我们可以结婚了。虽然我不确定未来会发生什么，但是我现在唯一能确定的是，我爱她，我想永远的跟她在一起。是你说的这些我都理解，但是结婚是一个非常非常繁琐的事情。比如说这个，在美国这边，咱们怎么办？回到国内咱们怎么办？还有包括你们结了婚以后住在哪个地方，啊，是不是要装修买家具？这些事儿我跟妙莹已经商量过了。我们准备大办，就是想先走一个法律程序，先注册，然后他就搬到我在美国租那个地方，然后开始我们的生活。就这么简单？对啊，就这么简单呀。反正我跟舒哲想的一样，这未免太草率了些。结婚不是你们2个人的事儿啊！你想想，你家里有很多亲戚朋友吧？咱们家也是，都需要通知交代，对吧？更重要的事情，这件事儿，你跟你父母商量了没有？还没说，但是我会跟他们商量。你看看，爸，您就先表个态，您到底是同意还是不同意？我当然是高兴你们俩尽快在一起啊！来，祝福你们。谢谢叔叔，你们幸福。
茶给您沏好了。您今天是不是有什么话，当着舒澈的面不好说呀？嗨，就是你们一下子提出要结婚来，我觉得有点突然。我怎么感觉您不是衷心的替我们高兴啊？谁说的？我当然衷心替你们高兴了。你是我女儿，我当然希望你幸福，而且我相信舒澈一定是能够给你幸福的那个人。可是您看上去忧心忡忡的。哎，怎么会啊？我就是觉得你们选择的这个结婚的时机不合适。为什么不合适啊？给我个理由。没那么多理由，就是白天跟舒澈说的那些啊。那您觉得什么时候结婚合适呢？过2年，等你们都毕业了，工作稳定了，决定了是在美国定居还是回国发展，我觉得那个时候结婚是最合适的。我跟舒澈很早就独立生活了，我们都希望有一个自己的家，而且我们觉得2个人只要相爱，什么时候结婚都合适的。你看，你们总是强调婚姻是2个人的事儿，你们这么想就过于自我了。婚姻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2个人的事情了，它就像一场商业合作，而且是终身的。更何况，舒澈的爸爸是个市长，你又是一个上市集团的大股东和继承人，所以注定你们就不是普通人家的孩子。你想想，你们的婚姻怎么可能只是你们2个人的事情这么简单呢？我们从谈恋爱的那天起，舒澈他就有个当官的爸爸，我是您女儿，我们从来没有把我们的背景关系想得那么复杂，我们只是单纯的在谈恋爱。我现在就把话给你放到这儿，舒澈他们家也一定反对你们现在结婚。我真心觉得你们没有反对我们结婚的理由啊。那你给我一个你们为什么非要马上结婚的理由？除了相爱，结婚需要理由吗？我从小到大您对我不闻不问的，我的成长，我的恋爱您参与过吗？您给过意见吗？我现在跟您说我要结婚，您反应怎么那么大？我告诉你，妙莹，你现在代表的不是你自己，你还是我的女儿，伟业家族的继承人。你出生就肩负着家族的使命，你知道吗？你要做什么，不做什么，你不能仅仅为自己考虑，不能那么任性，因为你不是平常人家的孩子，所以你更没有平常人家孩子的自由。小时候，我需要关爱的时候，您给我自由。我现在长大了，独立了，您却跟我说我不应该有自由。伟业的继承人不是陈然吗？为什么是我呀？哎呀，就那小子指得住吗？啊，那嫁给了他，他早就给你败光了。爸，您跟我说真话，您是不是反对我和舒澈结婚？我不反对你跟舒澈结婚，我只是建议你们晚2年结婚，明白吗？不明白，我越来越听不懂您说的话。哎，晚2年。我今晚去舒澈家住。你路上注意安全。
我们只是打算先在美国注个册，成为法律上的夫妻，没想过要大张旗鼓。当然，以后也会按照双方家里的要求补办婚礼。这不是重点。那您说什么是重点？重点是你在美国仗着我鞭长莫及，发生任何事情不和家里沟通，更不要说听我们的意见了。就像刚被庭审被起诉，你在电话里只字不提，把我们蒙在了鼓里。你不但剥夺了我们的参与权、决策权，我们现在连知情权都没有了。你要干什么？你这是要干什么？我就知道康律师会向您汇报。他要是不说呢？这么大的事你就瞒天过海了？我没想过要瞒你们，我只是不希望您，尤其是我妈担心。那现在，我不是自己把事情解决了吗？罪名成立，留下案底，这就是你解决的结果。那可能您不认同，但是现在我做的事情是我认为对的事儿啊。你认为对的事儿，幼稚。我很清楚，你这些年到了美国，每天都是在想着一件事儿，就是想怎么摆脱我，坚持你所谓的个性独立和自我实现，对不对？那我请问，我过去为你所做的一切，哪一件事情没有帮你摆脱困境、度过危机？我为你提供的种种便利，又哪件事情没有帮你事半功倍？哪一次害了你？你说我阻碍你前进了吗？爸，我感谢您替我提供的便利，但是我从很早之前我就开始害怕，我怕我会太依赖你，我一直向您索取，我怕到最后我会变成一个只会伸手的人。我只想通过我自己的努力，而不是靠您的庇护来成就我自己的人生。我不想被拔苗助长。培养个人能力和接受父母扶持，这两者矛盾吗？不矛盾。舒澈，我奋斗了大半辈子是为什么？就是为了给你提供一个更高更宽的平台。你去看看，有多少像你这样的同龄人，他们抱怨自己出身寒门，父母让他们输在了起跑线上，他们羡慕妒忌恨没有你这样的一个起点，无大腿可抱。而你倒好，一面享受着既得利益，一面反抗被操控，还高冷地跟我谈论什么独立？你独什么立呀？啊？你哪天不需要家里给你学费、生活费，到那个时候你再来跟我谈独立。总而言之，一切不建立在经济独立基础上的所谓个性独立都是扯淡。你现在跟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空中楼阁。有一天我一定会向您证明，不靠您我也一样会成功，乐见其成。但是我想问一下，到时候你怎么证明你达到的高度不是踩在我的肩膀上取得的？你跟儿子说话何必这么刻薄呀？我是要告诉他，现实和真理会比我说的话更刻薄。您反对我结婚，就是因为之前我没有征求您的意见，我擅自决定了，对吗？你说的对了，你说对了一次就是这一次，因为你擅自做主，不听我们父母的任何意见，这就是我反对的理由。我已经到了法定年龄了，我想结就结，我什么时候结，我不需要征求别人的同意。你到底想干什么？你到底想干什么？你是想把结婚也变成一场为反对我而反对我的战争吗？哎呀，你们父子俩每次谈话就这么对着呛，你们男人就是亲爷俩也得这么分谁服谁，谁胜谁负吗？我真是受不了。接着说。爸，我不会用结婚这么重要的事情来跟您赌气，我也希望能够得到我妈跟您的祝福。我是你的父亲，我永远都会祝福你。但是对于你现在做出马上要结婚的这个决定，我的态度明确，不同意。希望你能够慎重考虑我的意见。另外，我要提醒你，在做任何重大决定以前，你有履行和父母沟通的义务。义务，懂吗？我会的，再见。
没有礼貌。好，别往心里去啊，别跟你爸爸生气。你也别往心里去，他们不是在针对你。那他们为什么要反对我们结婚啊？其实我都不明白，我甚至不知道我怎么就跟他吵起来了。反正我不管，不管谁反对，我都要嫁给你。还有，你放心，我永远都会站在你这一边，和你站在一起。只要心在一起，就什么都不怕。That concludes our class for today. It was a great class. Thank you for coming. I'll see you tomorrow. We are finished. Hi， 你选修了我们法学院的必修课啊？我想听听刑法。难道你要来我们法学院上研究生？还没决定。欢迎你加入，成为我的同门师弟。哦，对了，那天你在法庭上真的非常帅，之前我没有想到你是这样的一个人。之前你认为我是什么样的人呢？之前就觉得你一定是家里全都安排好了，遇到什么麻烦全都丢给父母。难道你不怪我挡你的财路吗？什么意思啊？啊，当然，也许你现在已经得到好处了。哎，你想表达什么？请讲清楚。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麻烦让一下。舒畅，你必须把话说清楚。什么财路，什么好处？你说哪件事儿啊？如果这件事情跟我无关，我也无权评价。那就是和你有关的。好在没有几件。你对我的评价是什么？我评价那是因为我看见了。你看见了什么？你忘了？你跟汪特住啊，就在你们家门口啊。本来那天我是想过去跟你说点什么，但是看到那一幕之后，我突然发现没有什么说的必要了。你看到的那只是一部分，不是全部。你基于这一小部分建立的认识，那不是真相。你误会我了。哦，误会了吗？难怪妙莹跟我说，你到时候在法庭上会翻供，是不是因为在开庭之前收到了一台车啊？我确实答应了妙莹，但绝对不是因为那辆车。而且在开庭之前，我已经把车还给了汪特助，你可以去问他的。他们不希望让我知道他们在背后有动作。